各位觀眾朋友，你們知道嗎？台灣其實有沙漠嗎？台灣竟然有個世界上最短的高速公路。台灣不只是珍奶和夜市那麼簡單。今天我要帶你挖出15個連台灣人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冷知識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我們開始吧。第15名，地鐵是防空洞。你以為台北捷運只是載人上下班的？其實台北的捷運系統從一開始設計的時候就兼具戰時防護功能。換句話說，台北捷運根本是防空洞偽裝成大眾運輸工具。在1990年代，台灣開始興建捷運時，政府早就把戰時避難納入設計標準。你現在每天在那邊滑手機、趕車、喝手搖的地方，其實都有厚達幾十公分的鋼筋混凝土牆，還有密閉門、空氣過濾系統、緊急電力，甚至連廁所和儲水設施都能獨立運作幾天。台北捷運的部分車站，比如台北車站、中山、忠孝新生等等，都能在短時間內封閉變成防空避難所。只要一声令下，鐵門關起來，瞬間變身城市地下堡壘。而且更猛的是，根據台北市防災中心資料，整個捷運系統可同時容納超過20萬人避難，這比某些國家的防空洞加起來還多。當年設計師們就是抱着地面被炸沒了，地下還能活的精神在蓋捷運的。當然啦，平常大家都把捷運當通勤工具，但如果有一天真的發生戰事，捷運會變成全台北最大的生存方舟。想想那畫面，大家不是在排隊上車，而是在排队避難。列車不是運人上下班，而是送補給物資。那一瞬間，整個捷運系統從文明的象徵變成生存的堡壘。是不是有點毛毛的？又覺得幹，台灣工程師真的超強。第14名，一年喝10億杯珍奶。沒錯，你沒聽錯，台灣人一年真的能喝掉超過10億杯珍珠奶茶，大概是全台灣人口每人一年要喝掉40多杯，連剛出生的嬰兒都在平均裡面哦。根據台灣飲品協會統計，珍奶在台灣的銷售量已經連續好幾年突破10億杯大關，等於說從北到南，從通勤族到學生，從上班族到阿媽，大家都在吸那個快樂的塑膠吸管聲。有學者還認真算過，如果把台灣人一年喝的珍奶排成一條線，可以繞地球好幾圈。早上被老闆罵，來一杯珍奶壓壓驚；晚上被女友冷戰，來一杯珍奶安慰自己。月底沒錢，至少我還買得起珍奶。珍奶在台灣已經不是飲料，它是一種文化、情緒療法，還有微型經濟系統。更扯的是，台灣有超過2萬間手搖飲店，數量多到比便利商店還誇張。小七、全家加起來都打不過珍奶軍團。每個路口都有一間幸福製造所，從真主丹、五桐號、一方麻古，可不可50蘭一路開到滿出來。台灣簡直是全球唯一一個可以靠喝珍奶導航的國家。你說我在隨便一家奶茶店旁邊，別人都秒懂位置，而且珍奶早就紅出國際，連美國紐約都開滿台灣手搖飲品牌。有些外國人甚至以為珍奶是日本發明的。聽到這裡，台灣人通常會翻白眼，然後說珍奶是我們台灣的，好嗎？語氣之堅定，就像守護國寶一樣。不過也別忘了，珍奶雖然快樂，但熱量也不是省油的燈。一杯全糖大珍珠珍奶，熱量大概等於一碗滷肉飯外加一顆貢丸。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喝一杯，你不是胖，是國民飲食代表。第13名，台灣有沙漠。台灣這個多山又多雨的小島，居然真的有一片沙漠，地點就在屏東縣滿洲鄉的九棚港仔大沙漠，又被當地人昵稱為台灣撒哈拉。聽起來很誇張，对吧？但你真的走进去那片地方，會以為自己被瞬移到中東。一望無際的金黃色沙丘，烈日底下的海風，還有那種風沙的畫面。那這片沙漠到底是怎麼形成的？它可不是被太陽烤乾出來的，而是
被風吹出來的。恆春半島一年有超過200天吹強風，來自太平洋的東北季風把沿岸的沙子不斷往內陸捲，日積月累，就在港仔海口堆出一片超大流動沙丘。這種地形在地質學上叫風蝕移動沙丘，而台灣唯一能看到這種景觀的地方就是這裡九鵬港仔大沙漠。科學家發現，沙丘每年會遷移幾公尺，整個地貌會隨着季節慢慢改變。也就是說，你今天來拍照跟明年再來，連沙丘的角度都不一樣。不過要注意哦，這地方雖然美，但風真的大得離譜。沙子一陣風吹來，你整張臉都會免費去角質。所以很多攝影師來這裡拍照都要戴護目鏡和包頭巾。有趣的是，九鵬港仔大沙漠以前可是軍事禁區，外人進不來。後來開放觀光後，立刻變成網美攝影師的天堂。第12名，颱風來襲超開心。在別的國家聽到暴風警報，大家趕緊囤糧封窗撤離。在台灣，大家第一個反應是，明天到底有沒有放颱風假？從學生到上班族，每個人都變成氣象專家。電視一播出，海上颱風警報發布，全台灣的眼睛瞬間粘在中央氣象署的官網上。那一刻，全民比世界杯還專注。當然，我是講小颱風啦。半夜12點新聞還沒宣布，網絡上就開始狂刷留言，拜託放假吧，我真的不想上班。已經風這麼大了，還要我去？台北市長，你良心不會痛嗎？這時候你就能看到台灣人最團結的一刻，為了放假。不過這種颱風快樂症候群不是沒原因，因為在台灣，颱風真的太常來了，平均每年都有3到4個颱風直接影響台灣，每個夏天都像颱風季節打卡制，所以久而久之，大家就習慣了，從恐懼變成期待，從緊張變成嘿嘿，可以不用上班。當然，笑歸笑，颱風帶來的災害其實非常嚴重。台灣每年因為颱風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高達幾十億台幣，尤其山區土石流、沿海淹水問題超嚴重。所以雖然颱風假聽起來爽，但背後也提醒我們，大自然的威力不是開玩笑的。第11名，全世界便利商店密度最高。你現在走出家門50公尺，大概就能看到一間便利商店，這不是錯覺。台灣的便利商店密度是全世界第1名。台灣全島大約有13000多間便利商店，平均每2000多人就有一家。換句話說，在台灣你可能找不到垃圾桶，但你一定找得到小七。在台灣的便利商店，你可以在這邊買火車票、繳學費、寄包裹、領包裹，可以拍證件照、影印文件、買保險，還可以拿護照領簽證、打印簡歷、繳稅、繳電費、繳停車費。如果你餓了，它還有御飯糰、關東煮、茶葉蛋、咖啡機，連深夜孤單都能被那盞橘黃色燈光安慰一下。更厲害的是，台灣便利商店的在地適應力超強。在日本的71賣飯糰，在台灣加了滷肉；在國外只賣冷飲，在台灣賣熱關東煮、一包、肉粽。就連咖啡机也能隨季節推出芋頭拿鐵、黑糖珍珠拿鐵，沒有再管你潮不潮，反正就是要台味到底。而且台灣便利商店的數位化程度也世界頂尖， Line Pay、悠游卡、Apple Pay 通通能用。現在連繳稅、寄件、匯款、拍護照照都不用出門排隊，就算3更半夜失戀想喝冰美式，也有人机合體在櫃檯微笑對你說歡迎光臨。那一刻你會發現，台灣便利商店不是店，是文明的避風港。第10名，陽明山是一座活火山。你腳下踩的那一片溫泉天堂，其實是一座正在睡覺的火山。陽明山可不只是山，它是台北火山群的一部分，由7座火山組成，最大最活躍的就是我們最熟悉的大屯火山群。科学家說，這群火山現在是休眠狀態，但注意哦，休眠不等於死掉。
意思是他現在只是小睡一下，哪天要是醒來，整座台北盆地都要開大驚嚇模式。台灣中央氣象署早在2011年就確認，陽明山底下有活火山活動跡象。他們發現地熱異常高，氣體噴發持續，地下甚至探測到岩漿活動反射波。換句話說，在你泡北投溫泉的那一刻，那熱氣其實是地球在打嗝，只是它隔得很穩定，我们就当它是舒壓 SPA。 最經典的例子，小油坑，那地方整年都在冒煙、噴硫磺、散熱氣，那是火山口在排氣中，地面溫度有時候高達100度以上，要是你帶個生雞蛋上去，真的能火山地熱煮蛋。科學家還在陽明山底下發現超過300條地熱裂隙，這些都是地下岩漿活動的跡象。所以陽明山其實不是死火山，而是處在隨時可能醒的階段。不過別太怕啦，根據監測資料，目前它沒有即將噴發的跡象，只是偶爾冒個氣放個屁罷了。第9名，台灣的最高山比日本富士山還高。台灣的最高峰玉山海拔高達3952公尺，而日本的富士山呢，只有3776公尺。所以说玉山整整比富士山高出176公尺。很多人以為台灣是個小小島，結果這座小島居然藏着東亞最高峰，高到連日本人當年都驚呆。在日治時期，日本人第一次測到玉山的高度時，還感嘆地說，我們竟然在殖民地發現一座比本國還高的山。所以那時候他們給玉山取名叫新高山 Nai Takayama， 意思是新的最高山。後來二戰時期，日本海軍的開戰密令，登上新高山 Niitakayama Nobor， 指的就是台灣的玉山。簡單說，如果你從海邊一路開車到玉山主峰，那落差就等於從海平面爬上半座喜馬拉雅山。登頂之後，你能看到雲海、日出、雪、星空，全部都在同一個鏡頭裡。而且玉山冬天真的會下雪，這在熱帶國家幾乎是奇蹟。想想看，你在台灣穿短袖吃芒果，結果山頂有人在堆雪人，這種反差感根本是氣候版冷笑話。第8名，世界上最短的高速。在台北有一條你可能每天經過，但完全沒發現它超短命的高速公路，它叫做新生高架道路，正式編號是台灣高速公路2號甲線，也稱國道2甲，而它的全長只有大約 4.9 公里，整條高速公路不到5公里，比很多人上下班的塞車距離還短。要知道，一般高速公路動不動就是幾十公里、幾百公里，台灣最長的國道1號全長373公里，而這條國道2甲只有短短 4.9 公里，是全世界正式編號的最短高速公路之一。它的位置在哪？就在台北市區，從台北松山機場一路連到內湖的環東大道，主要功能是幫飛機旅客、貨運卡車還有趕上班的台北人能快速逃離機場。換句話說，這條高速公路是上車就下車的那種，還沒聽完一首歌已經下交流道了。你也別看它短，它的塞車功力可是一點都不短。下班時段你從環東大道一上去，5公里可以開出30分鐘的人生哲學。所以很多人笑稱這是全世界最短但感覺最漫長的高速公路。第7名，世界上最會排隊的民族。沒錯，台灣人真的是天生的排隊戰士。你以為這是誇張講法？不，這是被國際媒體認證過的事實。英國 BBC、紐約時報都寫過，台灣是全球最擅長自發排隊的國家之一。不管是買珍奶、抽扭蛋等演唱會票，甚至廟裡發平安符、超商聯名周邊、夜市炸雞，只要前面有人排，後面馬上就跟上。台灣人的潛台詞就是我不知道那是什麼，但排就对了。更厲害的是，沒人插隊，沒人吵架，排隊的時候大家自動保持間距，
隊伍彎兩圈都還整齊到像美術課練直線。這股排隊魂其實有科學依據。社會學家研究發現，台灣人重視群體和諧，會下意識避免讓別人覺得自己沒規矩。加上從小就被訓練要有秩序，不可以搶，要禮讓，所以排隊對台灣人來說不是痛苦，是文化基因的自我實現。第6名，不可以隨便吹口哨。在台灣有個非常流行的禁忌，晚上千萬不要隨便吹口哨，因為老一輩的人會警告你，晚上吹口哨會招來好兄弟哦。這不是開玩笑，這禁忌幾乎每個台灣人小時候都聽過。小時候只要你在半夜哼歌吹口哨，家人馬上大叫，哎，不要亂吹，然後臉色超級認真，搞得你以為口哨能召喚出神秘生物一樣。其實这個禁忌是有民俗邏輯的。在台灣傳統觀念裡，夜晚是陰氣最重的時候，而口哨的高頻聲波會被認為能穿透陰陽界，容易引來聽得見的存在。也就是說，你可以白天吹口哨，但晚上吹就像是在对空氣喊，喂，有人在嗎？結果可能真的有人回應你，只是你看不到。而且這禁忌不止台灣有，日本、香港、韓國甚至印尼都有類似說法。在日本，晚上吹口哨會引來蛇或鬼魂；在韓國則象徵不敬；在台灣就被當作容易引鬼上門的行為。所以如果你半夜在巷口吹口哨，阿媽會比警察還快出現，直接幫你制止。少年哎，不要亂吹，後面有人哦。第5名，台灣彩虹村子。在台灣中部有個地方，你一走進去會覺得自己像跌進童話世界。這個地方就叫彩虹眷村 Rainbow Village， 地點在台中市南屯區。一開始這裡根本不是觀光景點，而是一個退伍老兵住的小眷村，但因為時代變遷，這裡差點被拆掉。結果一位90多歲的老伯伯黃永富，為了讓房子不要被拆光，就拿起畫筆在自己家牆壁上亂畫。沒想到這一畫，畫出了全台灣最夢幻的村子。他畫動物，畫人，畫小孩，畫怪東西，畫幸福，五顏六色，完全不按規則，卻意外的有一種天真又溫暖的能量。牆壁上有笑臉，地上有彩虹線。漸漸的，附近居民也加入，大家開始幫忙修繕保留。後來學生、藝術家、媒體都來了，這個快被拆掉的小村子一夕之間成了台灣最可愛的藝術奇蹟。更感人的是，黃伯伯被大家昵稱為彩虹爺爺。他從沒學過畫畫，也沒錢買顏料，就用舊油漆、聖漆撿來的筆刷一筆一筆畫出來，畫了幾十年，從一個人的堅持變成一個國家的驕傲。第4名，台灣護照。別看台灣小小一張綠色護照，它其實是全亞洲最自由、最好用的護照之一。根據 Henley Passport Index 的最新統計，台灣護照持有人可以免簽或落地簽進入超過140個國家與地區，全球排名穩居前20名左右，比許多大國還方便。換句話說，拿着台灣護照出國幾乎是世界通行證，包括泰國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菲律賓、印尼、阿聯酋、英國、加拿大、歐盟申根區、紐西蘭，多到你根本用不完。台灣護照不只是很多國家免簽，它背後還有一個重點：台灣人的國際信用。因為台灣旅客在全球被評為守法、消費高、形象佳，許多國家都願意放寬簽證政策。連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都公開稱讚過台灣旅客禮貌守時，沒問題。第3名，台灣的夜市文化。全世界都在講，台灣最強的不是科技，不是政治，是夜市。沒去過夜市，就不能說你來過台灣。從北到南，全台大大小小的夜市超過300個，最有名的像士林、饒河、寧夏、逢甲、瑞豐、花園、鹿河，
走進台灣夜市，你會發現這裡什麼都有，真的什麼都有。泰式奶茶、韓式炸雞、日本章魚燒、印度甩餅、馬來西亞樂沙、越南春卷、美國牛排、法國可麗餅，光一條巷子就能環遊地球。但重點來了，雖然夜市的食物來自全世界，味道卻都被台灣化了。什麼叫台灣化？簡單講就是甜一點，辣溫柔一點，加9層塔一點。你吃到的章魚燒可能比大阪還香。泰是奶茶甜到連泰國人都會投降，連美式牛排都要配珍珠奶茶才算完整套餐。台灣夜市還有個社交功能，它不是單純吃飯的地方，它是最平等的地方。有錢人、學生、上班族、阿伯、觀光客，大家都可以同桌吃大腸包小腸。在那一刻，所有人都被食物統治了。第二名，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亞洲國家。在2019年5月17日，台灣正式成為全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。從那一天開始，不再需要解釋。其實這一路走來，可不是一蹴可幾。台灣社會從2000年起就有同志團體推動婚姻平權，但一直卡在傳統觀念 vs 人權意識的拉扯中。直到2017年，台灣司法院大法官釋憲，正式宣布不讓同性戀結婚違憲。這句話震撼了整個亞洲。那一刻，全台灣都在看，政府到底會不會真的讓這件事發生。然後在2019年5月17日，台灣立法院通過司法院釋字第748號施行法，讓同性婚姻正式合法化。隔天一早，第一對同志伴侶在台北信義區登記結婚，笑着牽手走出戶政事務所。記者拍到那一幕，全世界都在轉播。更感人的是，台灣社會並沒有因為爭議而分裂，反而在那之後慢慢學會尊重彼此。街頭彩虹旗變成節慶象徵，同志大遊行成了亞洲最大規模的驕傲活動之一。第一名，台灣是地震最多的地區之一。你以為地震多只是感覺？不是錯覺，是事實。台灣平均每年發生的地震次數高達1000次以上，幾乎每天都在搖，只是有些小到你沒發現。這是因為台灣剛好夾在2塊超忙的地殼之間，歐亞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。這2塊板塊就像一對吵了幾百萬年的老夫妻，每天都在互頂互撞，互相推擠。結果台灣就夾在中間，被擠出了山、溫泉、地熱，還有不間斷的搖晃人生。根據中央氣象署資料，台灣一年平均有200多次有感地震，上千次微震，有時一個月搖個10幾次，大家都習慣到。地板一抖，台北人淡定喝茶，花蓮人繼續滑手機。不過別小看台灣人這種淡定，那是因為我們早就把地震當室友。地震多到連防災教育都從幼稚園開始教，趴下、掩護、穩住，小孩比大人還專業。台灣的建築法也因此超嚴格，新大樓幾乎都能抗大震。像2024年花蓮7.2級強震，雖然搖得天翻地覆，但整體災情遠比其他國家輕。這就是科學、制度與經驗換來的韌性。更厲害的是，台灣擁有全世界最密集、最精準的地震監測網，全國布滿數百個地震儀、GPS 感測器，可以在地震發生後1秒內發布警報。連日本專家都說，台灣的地震預警系統是亞洲第一。好了，看到這裡，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樣，突然覺得台灣其實超屌的？台灣雖然小，但每一個角落都藏着世界級的故事。台灣不是完美的地方，但它有一種獨特的魅力，越了解越會愛上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我們下期見。